耶稣的门徒和使徒们的生活确实不好过，他们的死亡也一点都不平静。虽然有些差异，但几乎所有古代记载耶稣的使徒们的死亡方式都一致认为，他们都度过了相当悲惨的结局。实际上，任何想了解每位使徒死法的人都会碰到一连串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一个比一个更加可怕，包括被钉上十字架、被石头砸死、被剥皮、被殴打，甚至被斩首等各种各样的可怕经历。在这段视频中，你将听到关于耶稣的12门徒和使徒们是如何离世的所有已知信息。我还会提到替代加略人犹大成为12门徒之一的马太，以及圣经中最后的使徒保罗。在我们深入讨论每位耶稣的门徒是如何去世之前，首先得承认，除了2位例外，圣经没有提供关于其他使徒去世的任何具体细节。因此，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了解的一切都源自古代基督教传统。这些传统有些可以追溯到使徒时代之后，有些则在古代历史学家和教父的著作中有详细记载，因此拥有相对的可靠性。而还有一些传统则不太可靠，可能仅仅是早期基督教事迹中的传说。但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可靠的还是模糊的，它们都不能与圣经文本相提并论。古代基督教传统确实有其独特吸引之处，这些古代传统通常对于理解早期基督教教会的事件和历史背景非常有帮助，但必须明确它们并非与圣经等同。此外，讨论耶稣的使徒们如何离世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古代传统提供了各种版本的去世情况，这些记载通常将历史事实和人物交织在一起。在这里，我将努力保持最大的区别，基于历史神学中最广泛接受的观点。雅各是西庇太的儿子，他是除叛徒犹大外唯一一个在新约中有关他去世记载的使徒。因此，当涉及详细描述使徒们的去世时，这是我们可以完全信任的一个例子。雅各即使徒约翰的兄弟，是使徒中第一个因信仰而殉道的人。这不幸的事件发生在早期基督徒面临犹太迫害的时期。这次迫害是由希律大帝安提帕斯的孙子引发的，是早期教会中遭受迫害的第一位统治者。希律安提帕斯在历史上曾下令屠杀伯利恒的婴儿，试图消除新生的耶稣。他还是洗礼者约翰的统治者，也参与了对耶稣基督的定罪。在《使徒行传》第12章中，我们可以读到希律安提帕伸出手迫害基督徒，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他用剑杀害了使徒雅各。希律对基督徒的残酷行为得到了当时犹太领袖的支持。然而，使徒彼得奇迹般地从监狱中被主借着一位天使救出，幸免于死。雅各的去世发生在公元44年左右。事实上，他很可能是被斩首，而不是被刺杀。根据一些传统，使徒安德烈，彼得的兄弟，据说是在罗马行省伊康尼亚的帕特拉斯市被杀害的。传说他在传教时向当地总督的妻子传福音后，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值得以与耶稣相同的方式被钉十字架，所以被钉在一个 X 形的十字架上。然而，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安德烈经历了长时间的酷刑和残酷的鞭打。这种特殊的十字架设计后来被称为圣安德鲁十字架。至于使徒腓力的去世，相关记载相当混乱，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故事似乎将使徒腓力与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福音传道者腓力混为一谈。对于腓力的去世有多种不同的描述，其中一些说他被石头砸死，一些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一些称他是被绞死的，甚至还有说他死于自然原因。关于腓力去世最著名的传统描述说，他把自己的传教工作奉献给在小亚细亚的传播福音中，并最终在弗里吉亚地区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还受到用石头砸杀的残酷命运。使徒巴多罗买也被称为拿但业，是耶稣门徒中最神秘的人之一，因为关于他在耶稣的世俗事工之后的生活几乎没有可靠的来源。一些传统声称，他在将一生献给在不同地区传播福音后，遭受了残酷的命运，包括被活活剥皮、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鞭打致死或被斩首。至于使徒多马的结局，
根据传说和古老传统，存在许多不同的猜测。一些传统声称，多马从叙利亚地区前往印度的传教路途中，最后死在了南印度，是被当地宗教信徒用长矛刺死的。还有一些基督教传统表示，热忱派的西门在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年事已高，因信仰殉道。然而，就像其他使徒一样，关于他的死也有不同版本，有的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有的说他被活活烧死，还有人声称他被锯成了2半。关于圣犹达的传统表明，他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传教于罗马帝国的各个地区，直到他殉道。关于他的死，也存在不同版本。有人认为他被刺死，有人认为他被殴打致死，还有人声称他的头被斧头砍断。这些传统描绘了使徒们传播福音的勇敢和坚韧，以及他们面临的残酷命运。有趣的是，有一些古老的记载将圣犹达和热衷党的西门的去世联系在一起，声称这2位使徒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由异教祭司领导的愤怒暴民用斧头殴打致死的。马太，一个在跟随耶稣之前曾当过税吏的使徒，有关他的去世有各种传统。有些传统甚至宣称他是自然死亡，但最广泛接受的版本是他在埃塞俄比亚遭遇了致命的袭击，可能是用刀袭击的。至于使徒亚勒腓的儿子雅各，也被称为小雅各，关于他的去世存在许多混淆。事实上，有些传统错误地混淆了这位雅各与在新约圣经中撰写了一封书信的雅各。然而，一些古老的记载明确区分了这2位雅各，表明他在埃及的一些地区传播福音。彼得的去世，传统上认为他是被钉在尼禄竞技场上，但这个版本指出，彼得原本应该按传统方式被钉死，即在十字架上，但他认为自己不值得像耶稣一样受苦，因此请求被倒吊在十字架上。这是关于使徒彼得去世的最广泛传扬的版本。根据传统，约翰被认为是最后一个去世的使徒。传统上说，他经历了严重的迫害和折磨，甚至有一些古老的记载声称他曾被扔进烧沸的锅中，但他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后来，约翰被流放到巴特摩斯岛，在那里他受到了上帝的启示。这些启示被记录在启示录中。在图密善皇帝去世后，约翰被释放，前往以弗所，在那里他活到了很老的年纪，并因自然原因去世。至于犹大，他是12门徒中第一个去世的，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并不是因信仰而殉道的。相反，犹大出卖了耶稣，然后试图将背叛所得的30块银子归还给祭司们，但他们拒绝接受。根据马太的记载，随后犹大绝望地自杀，上吊而死。路加在《使徒行传》中详细描述了这个背叛门徒的可怕死亡，说他的身体从中间裂开，肠子都溢出来了。最终，犹大的尸体一直悬挂在刑场上，直到最后裂开成2半。马提亚被选为接替犹大的12使徒之一。一些传统记载称他曾在埃塞俄比亚传播福音，后来前往高加索地区，据说他在那里被钉在十字架上。其他传统认为他在犹太地被犹太人砍头，还有一些声称他已高寿去世于耶路撒冷。至于保罗，他虽然不是最初的12使徒之一，但却是被复活的耶稣所选拔，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关于保罗的死亡，类似于有关彼得去世的传统，被认为是可信的。根据记载，公元67年左右，在尼禄皇帝统治下，保罗在罗马被斩首，这是导致彼得殉道的同一次迫害。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2封书反映了他在殉道前的最后时刻。总之，比起知道耶稣的使徒们是如何死去的，更重要和有意义的是理解他们如何为了福音工作奉献自己。他们是基督的忠实追随者。耶稣在他的地上事工中经常谈到门徒跟随的代价，这些使徒以生命为代价传扬了福音。耶稣的12个门徒在教会历史和基督教传统中扮演了超级重要的角色。虽然我们了解他们多半是通过基督教传统和古老记载，而不是圣经自己，但这些传统依然展现了这些门徒的坚定信仰和无私奉献。这帮门徒多数被称为殉道者，因为他们愿意为了维护信仰不惜生命，这更强调了他们对基督的坚定忠诚。虽然这些死亡传统可能有出入，
但这些门徒都在传播基督教信息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早期教会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他们的使命深刻地影响了基督教的传播，持续传承至今。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信仰、忠诚和为信仰而献身的重要性。更关键的是，他们不仅在他们离世的方式上表现出了坚韧，也在他们生前的生活中展现了为信仰而活的精神，这将永远鼓舞着信徒。这些人为信仰愿意付出巨大代价，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幸福，甚至为信仰献出了生命，不是为了让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铭记在历史中，而是为了让耶稣基督的名字在各个部落、各种语言和各个国家中被尊崇和传颂。你认为这样的信仰是值得的吗？